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他在这个呼吸道的这类的疾病上，他本身就是一个比较高危高风险的群体哈，所以即使说是感冒之后的这个没有其他的特别不舒服的症状，但如果久咳不好，还是应该去做一些相应的一些措施的哈。那我们的支气管如果说被保护好呢，它是能够防止它反复发炎的。那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整个的呼吸系统，对于我们的健康系统都是非常重要的。不仅仅是气管的事儿啊，它还涉及到我们的下呼吸道的这部分啊，肺部的整体的安全。是的，是的，就是你的气管是你整个进入这个肺的一个门路。也就是说，所有的一个分泌物或者是病原体，它都会通过气管来进入到这个肺。那如果说它变成了一个细菌的一个储存库，或者是炎症的一个发源地的话，那这种持续的向下部肺部一个反复的一个刺激，它可能会导致一些黏膜的一些不好的变化，或者是让这个防卫率更加脆弱。那如果说积极治疗和充分的预防的支气管炎呢，就可以在守护这个肺这方面起到很大作用。那这其实呢也是在提醒大家哈，原来一次看似普通的支气管炎也需要被彻底的治愈和预防复发，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啊，不能总是觉得我扛过去就好了。您刚才提示到了说这个是一个不太正确的一个思路啊。是的，是的，就是我们现在做的就是预防医学这块要比这个临床治疗这块是更重要的一点，尤其对于中老年人来讲。就是我在之前的一个慢阻肺的那一期提到过，就是肺炎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可能他肺炎之后他好了，顶多是有可能留下一点结节，这个除此之外的可能对他肺功能或者整体是没有任何影响的。但是对于老年来讲，你得一次肺炎以后，他的肺功能很难再恢复到得之前的状态。那您刚刚为我们介绍到了啊，其实反复的支气管炎这个小毛病背后啊，它其实背后可能会有一个巨大的风险隐患。我们也明白了，管理好呼吸道的通道，才能够防止这些感染和病毒进一步的向肺部去纵深的发展。但是现在呢，还有一个非常普遍的，也让我们的家属觉得防不胜防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身体底子看起来还不错的中老年人，一场肺炎下来送医的时候，其实已经变得非常危急了啊，尤其是这个 CT 显示白肺了啊，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了。但是回顾起来，可能既没有这个明显的高烧，甚至咳嗽呢也不是非常的严重啊，但是整个人就已经变得非常的蔫儿了啊。那这里面其实和我们过去的这种常识的认知是不一样了。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刚才这个有一个问题里边有一点，就是罢工这个是加了一个引号，然后呢，就并不是说它真正的罢工，就是老年人的免疫系统呢，它不像年轻人的免疫系统，它的反应速度其实几乎是一样，但是反应的类型不一样，就是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年轻人的免疫系统，它的特点就是发现外来敌人以后，我不仅可以预警。那个警报拉响以后，就是全员出动，可以去杀灭细菌和病毒。同时呢，我可以针对这个病毒去制定出特定的这个抗原或者是特定的抗体，去消灭这个病毒。它的杀伤的效率特别高。但老年人的免疫系统呢，因为它后边识别的能力和产生特异性的这种抗体能力特别差，所以它反击的就是并不是说我们想象那种直接去杀灭病毒，而是说预警信号特别强烈，它的警报系统特别强烈，所以这种情况出现了白肺，并不是说免疫系统没有努力，而是它做了一些很多无用的努力。那种免疫系统它会分泌大量中性粒细胞，那种中性粒细胞它能调动其他的免疫细胞来帮着它去杀菌，它自己本身杀不了菌，但是它能调动别人。但是呢，这种中性粒细胞如果数量过多的话，它不光能杀伤细菌或者病毒，它还杀伤自己的身体。就是这种白肺，其实有很大的一片是免疫系统杀伤了自己的这个肺，这个正常的肺组织。所以说我们能看到一些老年人会突然出现的白肺，或者看似免疫力低下的人，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些白肺。他本身可能平时的时候并不是说老感冒老咳嗽，那这种人他的免疫力突然出现了一些错误的机制，去诱导去杀伤了自己的肺，所以才出现了这个白肺的情况，没有正确的引导。
那其实这里面是有非常多的问题值得我们仔细去探讨的啊。那我们首先聊一聊啊，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个不同年龄层次还有不同的身体状态的人，他在面对一些这个疾病的感染的时候，其实身体反映出来的症状是不一样的。但是在过去我们的认知当中，总觉得这种尤其是呼吸道的疾病，它一定有一个指征就是发高烧。那也就是说，发烧它不是唯一标准了吗？是的，就是发烧并不能作为一个判断这个病情进展到轻重的一个唯一的标准，或者是重要的标准。就是很多重症的感染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免疫静默的一个状态，尤其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感染，尤其那种非常严重感染，它表面上是没有任何的一个体温的升高的，但是它的免疫系统已经被激活到很高很高的一个程度了，它只是它的体温中枢没有再进一步的一个这个预警而已。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人可能会变得一个精神萎靡、嗜睡或者叫不醒，或者是异常的烦躁、说胡话，说明这个时候他已经这个缺氧或者是感染影响了大脑了。第二呢，就是全身的一个突然的一个滑坡，比如食欲的断崖性的一个下降，或者是连水都不想喝，或者是极度的乏力。那这个其实代表了人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态。生命体征的细微的变化，包括心率、包括血压、包括呼吸频率，这些呢结合上前面的2点，体现出这一个病情的进展的程度。其实我们在重症感染的时候，包括我们的监护病房里面发现有很多的老年人，不光是重症的肺炎、重症的胰腺炎、重症的一些其他的疾病、感染的疾病，都会出现一个最后到一个免疫静默的状态，就是可能看上去它这个体温什么的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实际上已经进展到了一个非常晚期的状态了。